好，大家午安。今天天气很好，很不想上课，对不对？我不知道其他学校的地方，我们台北天气实在太好了。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5周，还跟得上吗？好像上课同学越来越少，是跑出去玩了吗？还跟得上吗？我想对啊，这个我们这种线上课常常就会比较少机会跟大家多做互动，蛮可惜的。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来多一点的时间，来让大家练习，跟大家多看一看大家的状况。我们今天继续第5周，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第2个模组了我们这个是一样那个 slide， 请大家都加，因为我好像发现我们之前不让实体的同学加是怕那个人数，但好像线上人数也参加不多，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加。如果你们不好意思上课问问题，也可以直接在 slide 上面直接提问好的，可以吗那么我们先开始小复习。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所谓的有4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花在介绍，特别是怎么所谓跟 AI 说话，怎么试着跟 AI 一起工作，希望大家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第2个模组就是要比较进入就是模型的原理的发展那它的基本道理是什么？它目前可能有哪些发展跟对人文领域的应用？那个应用部分，我们特别会在第3个模组再去谈。那有一些所谓的模型的训练的细节，我们会在工作坊的时候再介绍，因为毕竟那会涉及到比较多一点的数学。但那个因为不强制大家参加，所以有些细节，我想你们在做专案或是在了解这个课，也不见得要到那个细节去，所以我就把它分开来。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到什么叫做我们之前提到用 AI 来学 everything， 也有 AI 来学 AI 的一个想法你把那个感觉抓到了，那其实我们课程要介绍到多深多细，倒不见得是那么重要。好，这个图已经也出现过好几次，但我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至少我们在概念上去了解整个 LLM 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生成式 AI， 它的训练过程是什么然后我们对它可以得到哪一些基本的理解。我们提到说，左边这边是 pre-training， 对不对？右边是 post-training。左边这个所谓的预训练的阶段，我们是要收集，我们提到这个做 tokenization， 然后我们提到一点点 embedding 的概念，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进入所谓的神经网络的模型训练。那这块我们也都还没有去碰它得到一个 base model 之后呢，有一个阶段叫做后训练。这个后训练我们说过，就是它等于是要把模型的行为做某种调整，让它不是只有一直生成它觉得最有几率发生的那样一个方式而已，它要去理解到我们人类的对话方式就是这个绘画的流绘画的画轮怎么进行的，怎么组织的，然后才拿到一个所谓的那个 supervised fine tuning。那这个 supervised 再复习一下，就是有点是我们有人类的资料在里面给它的前面很多训练，包括这个neural network training 那个部分，应该就是自己学的，大部分就是 self supervised， 他自己去管自己怎么学的。但是到学好之后的东西，我们人类会介入，就是告诉他我们人类讲话方式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方式应该是那样所以这个人类只要介入，所以我们叫做一个 supervised 的一个微调它。然后微调这样的东西还会有什么问题？就是举个例子，它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价值上、偏好上没有跟我们人类一致的一些想法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我们很多东西需要他们叫价值对齐，叫 alignment， 就是你不管不是只有道德上或者是等等
那我们还会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进阶的这种叫对齐机制，就是叫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有这个 human feedback， 一样有这个人类的反馈，一个方式让去学更好的这个回应跟价值上更好的去跟人类的价值呼应，这样，然后最后拿到模型，我们说这个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模型，叫 ChatGPT 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 LM 也好，这个是一个过程，大家先有概念就好。然后我们今天很快，就是真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回顾一下，就是左边这圈起来这一块。首先就是说这个tokenization embedding neural network training 这一块这个图当然大家也先不用好像被吓到，你就想我们整个模型就是就是一个大的架构来想，你就看右边这个图就是它其实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比较像是说训练好的模型。其实我们还没有谈怎么训练，大家懂意思吗？就是前面好像的确是他要去读书一样，对不对？我们要给他 tokenize， 要给他切符号然后给他 embedding 的资料、向量资料然后进入这个模型，他怎么学习呢？学习是什么意思？这就是 training model 的 training 是什么意思？我们其实还没有真的去谈它因为它会涉及到他所谓的看到人文本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下一个字是这样，下一个字这样一直读的时候，这个他需要对他自己一开始的预测跟真正的答案做一个差距的最小化那因为整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刚刚之前提到一些就是高维的向量或张量运算上，所以就会有一些数学上计算去来让这个损失函数，就我们先不讲这些各种术语，但是就是让它可以学得更好，让这个模型的参数，我们待会稍微提到模型的参数能够最优化，这样子就是所以学得更好的意思。这样好，那假设学好，它的过程也大概会分成这几个部分，就你看从这个上面，比方说我们知道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 large language model。语言模型就是等于本质上就是预测下一个 token 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如果上面就是 how to predict 什么的时候，假设模型就是接收到这个讯息，它大家记得变成一个 token， 对不对？那个就下面的是 token ID，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会走到一个我们要给它 embedding 就好像是查表一样，就这个 token 它的向量值是多少，然后还有一个 position embedding， 就是这个每一个 token 它处的那个 position， 我们会给它一个向量，一个 embedding， 然后再进去这个整个这个模型的叫 transformer 的时候，也会稍微提到一个模型架构里面去然后当出来之后，还有一些所谓的 layer normalization， 主要跟那个 data smoothing 跟一些让它资料稳定的一些技术处理有关，然后丢出来的东西还经过一层。几层的，就是把它变成怎么讲，就是一个几率分布。简单讲，就是说你看到丢上去就变text 是2420 ，token 是163，当这个 softmax 会把它变成一个总和为1的几率这样子，变成一个几率分布。所以你就去选择 how to predict text 或者 how to predict token， 在这句话里面的运作是这样所以我们。想象就是整个大概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架构它的成分大概有哪些？就我们提到说，这是有 token 的问题、embedding 的问题、position 的问题、transformer 就是这个核心的架构核心训练架构。我这边其实有做一点补充，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变成一个 pre-train 好的，就是它先不管它怎么训练，它怎么知道那个中间那个到底发生什么回事，参数要怎么给它才会。就是一直往下走这样。那么这个每一个成分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作用比方说 token， 我们知道之前提过，把它的文本或者是数据，不见得是文本，对不对？如果是影像什么都变成 token， 然后这个 token 呢，还要经过就是把它加入它，用那个所谓的向量n 维向量的方式来表达它。
position 也是，然后这个 transformer block 就是这整个就是叫 powerhouse 啊，就是 horse， 这个等于是就是所有运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在这个 block 里面啊，其他包括这些 layer 我们刚刚讲的，或是这个 output 产生一个把这种所谓的 latent 的东西转成一个那个 token， 然后再把它就是标准化变成一个几率分布这样啊，所以大致的整个状况是这样。那我们之前也有给大家看一个网站啊，这个网站我们也可以很快再瞄一下，就是这个网站慢慢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感觉啊，它就有解释什么叫做 transformer。那我们想想这个中间这里呢，就是 transformer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好几个，它有好几层这样子啊，但这整块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模型的核心的处理的地方在这里。那前面这个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提，因为我个人觉得 embedding 这个或 tokenization 跟 embedding 概念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模型会之所以能够很好的了解我们人类语言跟我们互动的一个核心关键，不是只有模型训练这里面的机制让它变成这么很会懂人类的语言一样，其我们让它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看待语言的那个表达，已经告诉了很多事情。好，所以这个先大概停在这边，就是想说啊，这边是一块，然后中间这是一块，然后呢，这个到这个后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几率分布就是一块这样子啊，我们大概先这样理解就可以。好，然后我再继续。我觉得到这边其实大家只要先有几个概念就好，就你不要混淆这几个，看起来这几个概念都有点抽象，我用红字画的这几个，你先掌握这几个就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 AI 或者所谓生成式 AI， 我们要让它能够就是有一个训练一个这样的所谓的 AI 可以跟了解语言，或是跟我们多各种不同的层次的互动，或是了解这个各种的模态，你要先让他知道，就叫做表征啊，就是说你要让他怎么看待语言，你要让他怎么看待世界，图画、图像、影片，对不对？他又没有我们这种视神经，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我不确定他怎么看，但是至少这个生理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告诉他一个，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有一个机制，是他看这个世界，以语言来讲是他比较可以操作跟理解的。这个就是一个表征概念。比方说语言好了，对不对？我们说语言其实很复杂，我们自己也不太确定语言到底是什么，对。但你就想，我们之前提到，对不对？我们就把一个语文、一个单字和一个概念，先不管以前用逻辑或是用各种方法来 represent 它，对不对？重新表达它。那么现在呢，用这种不同维度的向量来表示它，这种分布型的方式来表达它，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那这样就是一种表征方式。那在这个脉络，就是 AI 学习，它就是这个方式是它最会的。就我们教逻辑不是很强，我们教它图形表征可能还好，可是到后来用这种所谓向量式表征是成效最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就是第一个革命在这边就是表征的方式改变这是第一个你以后看到表征这个概念，也大概有一个概念用至少你会连接到是向量，然后呢，这个表征除了怎么把我们看到的以语言来讲，我们理解的语言或看到的文字好了，你怎么先要切成一个单位是他理解的，跟这个单位你要怎么去，特别是 semantically 它的那个意义要怎么嵌在那个 token 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表征，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就像我们人类的比较合理的表征方式是什么？就像我今天你去看，就有几个基本概念。那我们可以切断词可能说有几个基本概念，这个对我们很 make sense。它有某种我们也可能想说，我们以为我们应该也是这样表征它嘛，就是
基本概念，基本就是一个 token， 概念是一个 token， 然后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字典的方式讲啊，基本就是很基础，或者说讲一堆的。但是如果比较 formal 的去表达它，可能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用向量方式或别的表征方式来表达那个基本的语义啊，只是电脑就是机器在理解那个单位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人类想象说告诉你词是什么或字是什么这件事情啊，它背后它自己有一个我们讲就 tokenization 的方法，不同的切那一个 token 的方式。大家记得这个 token， 我一直强调，它不是只有在语言上以后我们接下来会提的这个图像也好，音乐也好这语音也好，都有这个 token 的概念所以这个 token 概念非常的重要，很神奇那可是 token 是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就是就算你某个意下决定了这个 token 应该蛮重要，它很常出现在这里，所以把它决定成当那个 token， 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意义比这个 frequency 再更复杂很多嘛，对不对？就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语境里面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整个就是很复杂、错综复杂的语现象。我们还希望有一个更好一点的表征方式，不是只有单位决定了就好了。我要把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使用里面的奥妙是什么，把它嵌在那个 token 里面，来代表那个 token 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来提的第二次表征概念，有点复杂，但是你就想说它涉及到模型的要给它什么单位，跟那个单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怎么表达的这就是一个表征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会去训练模型就是让它去看到什么，就是用这个表征，然后开始去有各种不同机制去学就是像我刚刚稍微提到的一个 transformer 是现在的大家在碰到这个生成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那个架构，那在训练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这个训练做事，简单讲就是去更新去最优化那个模型的参数当然，我模型可能大家如果还没有点概念，也可以想象说可能就像是我们之前提到你学的，或者是一个图形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里面的这个权重等等这些会影响着这个输出的这一些各种不同的参数，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些机制让这个参数是更优化它这样。好，第三个阶段就是如果你训练好这个模型，这个对我们又更显得重要，对，我们是要拿它来应用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各种不同的事情这个阶段通常有一个术语叫推论，就叫 inference你拿一个 pre-train 好的东西来生成它一些文字也好，生成图像也好，这个 inference 这个 stage， 那到这个 stage 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再更新它的参数了，它参数已经动起来了，我们训练好了。就像你看我们刚前面走这一段，那个模型它里面的参数都已经训练好了，那你要输什么，它就再进到这一层，然后再突出这个几率分布，选择接下来一个最适合或最高几率的这个 token 那中间那些参数不会因为你再给它做什么输入而改变那模型的参数我们基本上说就被冻结起来了。好，所以你只要先有这个概念就好，就整个 scenario 大概是这样，是模型的表征、模型的训练、模型的推论，可以吗？好，就到这边，其实我觉得至少你就算不了解很多细节没关系，但是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不要把这个为什么要 embedding tokenization 为什么inference 这些全部混在一起就好。好，我答应大家我今天模型不会讲很久，所以你们如果觉得很枯燥，再撑一下。我们今天我让大家做一些比较有趣的练习，但我们这个今天算是模型原理的第一周，我们先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好。然后我们刚刚提到这3个重要的概念，然后表征的部分我再复习一下，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蛮重，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做语言或者是人文领域相关应用的时候，这个表征的部分，我觉得是蛮
蛮重要的。这是在复习像之前都提过的，就是模型最基本就是 token。那只是说这个 token 跟我们人类的语言之间对应是什么？当然这个有一种算法，比方说GPT-4来讲，它平均的 token 大概是一个英文单词的3/4长，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100个 token 大概是75个单字。我们之前有一些这个，比方 OpenAI 的这个 tokenizer 或其他的网站，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概念啊。比方说这句话，它是12个中文单字，但它11个 token 啊。当然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这些 token 数？如果我不管这些科学研究什么，你就想说，你以后开始要耗钱，开始要做实验的时候，开始要做专案的时候，都是用 token 数在计算钱的啊。所以你在了解，就是它跟你现在用的多少单字或多少个这个资料量是有帮助的。好，然后你也可以这样想象，虽然这个不是很准，不应该这么去对比于人类自然语言的，不过你可以想象说，模型好像它有它的单字量一样，啊，就是说 token 的集合，啊，就是这个模型可以处理的 token 的集合。啊，刚 GPT-4 矩阵应该是10万多个 token， 这就是它的单字表一样，它的模型里面有可以处理的这些 token。好，然后再往前一点，就是这也是再复习一下，就是 token 决定了，那我们要把那个就是真的很抽象，就是你只要想说一个 token， 好，假设就是刚好这个 token， 假设这个代表我们中文字的一个狗这个字哈，它可以在1000维里面表达它的意思，这件事也是蛮神奇的，对不对？就是狗这个概念，怎么可以用一组向量来表达？啊，这个是蛮神奇的。那从定义上来讲，你说它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比较离散的数据可以就 mapping 到一个比较连续的 continuous， 就是 real number 的这个高维空间里面去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那你就可以想象，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格啊，一个 embedding table， 这个塞满了，里面都是浮点数，这个就是 n 个 token 乘以 n 个 dimension， 对不对？你现在不是有GPT-4 假设10万个 token， 对不对？你每个 token 你就会有一个看你几维1000多维或者几维度的这个那个 embedding， 就是这个向量这样子。好，那我们也提到说，那这些数值它怎么来的？大家记得吗？我们先想说，我们人可以去定义它，对不对？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啊。狗假设我们要用几维来定义狗的概念，我们讲的第一个概念，它如果是动物，它就得到1。那第二个概念，第二个轴度，可能它会不会叫？它会叫，就得到一个1。第三个轴度，它会不会去超市买东西？我不确定，可能不会，那就是0，对不对？那就可能像我还可以写无止境的2000、3000、5万，写不完，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也不见得到哪里才叫做好或不好，对不对？而且还不要讲说为什么要用10，可是更复杂一点，你有各种想法可以来塞满这个数值，对不对？就是这个向量，你要怎么代表狗的这个向量？是不是你里面那个数值，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想象？那我们说到后来，这件事情这里面的数值，神经网络可以学，自己也可以学的。这又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也不用自己去定义了，我来就用一个机制把它学起来。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好像还蛮可以作用。那只是这边我来标一下，就是我刚刚讲高低维，你可能混淆，说老师你刚刚不是说这个 embedding 是把这个所谓离散的这个数值映射到这个 map 到那个比较 high dimension 更高维、更多维的这个？那为什么这边又变成 low？ 这个是一个相对那个，你刚刚讲，如果是右上我们要讲人定义这件事情，你可以很多种可能，甚至一个为什么会最高维的，就表示说什么？定义方法就是，在字典里面，假设我们有20万个单字，那这个每一个向量，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表达，就每一个单字在这个字典里面。第一个就是碰到是狗的那个地方，还是以其他，你就想把那个字典按照这个顺序这样排上去，然后碰到狗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值就是得到了1，其他都是0，对不对？所以你就是有20万维，对吧？懂意思吗？所以你这个如果人去想，或是一个
是一个很高纬度的，而且是大部分可能都是零。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里面很多值可能都是零，所以是比较那个稀疏的、比较 sparse 的一个表现，对不对？那因为模型它可以帮你学比较 dense 一点，就是你可能300维，就去到800、1000就够，就 somehow properly 可以 represent the meaning of that concept， 这样，OK， 所以这个是 low 的意思是相对于刚刚的意思，这样。好，然后我们就要稍微提到，虽然我觉得你们可能，不见得很喜欢，但是我们也不会这个不会那么没有无趣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建立那个模型，对不对？那大家都常常听到神经网络，所以你还是要从一个基本的神经网络想法开始了解。那就算我们先不提它怎么被训练出来，但我们先学它那个架构是什么回事。我们常听的神经网络到底是在干什么，对不对？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神经网络一个 block 这样。好，那从最基本的想法就是，好像是一开始是被就神经网络嘛，早期还叫类神经网络，现在好像连类都不讲啊。就是如果人的神经网，我们神经元细胞是不是大概10的9次或10的10次方那么多？我们人脑里面有很多个神经元。那你左边那边来看，就想你可以看这个中间这个细胞核，然后有水的树图，就像收那个输入讯号的，然后有这种突触对，你也可以把它想象做一点是输入跟输出，输入的东西，它如果这个神经电位跟它自己账号产生一个位差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阀值一个 threshold 的时候，它可能会被激活。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概念？就是神经元被 fire 被 activated， 它就要 input 什么东西，或不 input 什么东西，output 什么或不 output 什么这样就是我想大家可能在国中生物或高中多少有这种印象，对不对？神经元的这个激活，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说，它好像一个神经元可以收一个 input， 在一定的阀值达到一个阀值，它可能做个激活，然后把讯息这个那个讯息往这个别的神经元那边去传导过去。受到这个启发了，3号就是有一个叫做感知器的概念，就右边那个，它当然可以变成一个数学式，但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是接受了一些 input， 这些 input 各有各带的位置，然后到累加到一个程度，它就 activate。那这边可能是一个 step function， 就是好像做了一些10的一个处理这样子简单概念这样。但这就是一个神经元就模拟我们人类神经元或受启发啦。我们人类神经元可能也不见得这么单纯，但是就受启发这个表达的方式，好像曾经在 AI 的历史上很早就提出来了这个类似的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但是受限于包括很多原因，包括资料量不见得以前那么多或者是技术上没有很多突破等等等等，所以在以前没有那么盛行只是到了大数据时代，然后神经网络从单层，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perceptron 那种感知器，就是模仿神经元的，可能就是就是什么，就是一层好了，比方说一个 input 层，对不对？然后中间那个 hidden layer 就是一个隐藏层，然后再一个 output layer， 就这样。那中间可能后来学的资料多，然后人们就慢慢可能发现，包括这个很多因素配合，就会发现说，我们层数累加，那个网络的整个 configuration 那个组态，重新做一些调整设计的时候，好像讯息会逐层抽象起来，就单层可能没办法解决复杂问题，但是多层很好的设计之下，好像越来越就是好像层层复杂、层层抽象，越懂越抽象这样。最后好像比方说从一只狗的影像，从模糊的一直到清楚的，或是一个语义的概念，慢慢到好像掌握这个层层的设计，这种神经网络设计好像可以达到这种作用。所以这个也才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词叫深度学习，那个深度主要是在讲这个 layer 那个神经的那个层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你就可以先这样理解就可以。好，然后其实我们上次提到那个 embedding， 就是说刚才也提到，就是那个 embedding 的值怎么学的，对不对？其实就是用这个单层学，就是所谓的一个比较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简单一点的神经网络来学习的就是我先不讲细节，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它可能
它有2种机制，它可能用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从旁边它的脉络上下前后了的那个讯息来学的就来预测的这样子这种方式预测这是一种方式等等。那它也是要用到这个所谓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就是没有那么看起来没那么复杂的一个神经网络，它就可以学到我们人类的语词的一组一个向量，一组向量。好，这个我就不细谈，你们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看。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在这样的得到这个数值就是每一个单字就像每个单字得到一组数值的时候，一组向量值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向量运算，对不对？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学过这个余弦就可以向量的夹角之间的大小的那个，就像可以用这个来计算它所谓的距离虽然这个距离的意思到底什么，向量跟就是每一个词都变成向量，那向量跟向量距离，我们就觉得很多时候好像就是它的意思的差别，也就是说，狗跟动物可能会距离比较近一点，那狗跟椅子可能会比较远一点，这样就是这个是一个在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有这个发现用这种向量表征，然后用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个 embedding 的值，好像蛮有看头的。就是他可以发现视觉化起来，就发现当这视觉化有点技术，它要降维嘛，我们本来那个维度那么多，我们人类又看不懂，那把它降到2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有点道理，而且还可以做一些有趣的运算比较典型的可能类似什么国王加皇后等，我其实忘记，反正就是类似男加女等于国王加什么，他就说可能比较接近的那个是皇后，类似这样当然这是很依赖你自己的数据，你自己训练，你怎么训练这个模型得到的那个embedding的值。但是在这种方式上，大家好像发现了一些蛮有趣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representation 的 method， 对不对？我们意义以前就是很难，就是人要去写字典也好，写什么要弄很久，那用这种数值计算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好像还蛮好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表征上。那只是说这个我们要再往下谈一个，就是稍微谈一点，就是这个所谓 transformer，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谈这个 AI 生成 AI 的那个核心那一块目前还是我们当然讲话都现在小心一点，要注记日期，否则可能过一阵子就不是这样了，然后就说老师你骗人，所以我现在就尽量把日期写上去，就是至少我了解的，可能在现在的3月 transformer 还是核心，还是比较普遍，就是比较dominant的一个那个模型这样的核心。先要了解这整块有点小麻烦当然我们就先这样了解，就是像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神经网络，你可以想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神经网络架构，它里面有好多我们刚刚讲的这 network。那它就像它有一个家族一样，它有叫做左边这一块叫做 encoder based， 右边那一块叫做 decoder based。encoder decoder 这个概念你也可以很直觉去想它嘛，就是一个讯息我把它编码成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 encoder 做的事情嘛，对不对？我把这个讯息编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 decoder 就是把那个讯息把它解出来一样，就有点压缩解压缩的概念，对。那这当然是提到以前的一些深度学习或机器学习的发展史。不过讲到这边，就是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一个 transformer 它其实是有看你是 encoder base 或者是 decoder base 的一个做法。像左边这个就是 BERT 这个你们可能有听过吗？有听过 BERT 的举手，一位好。所以那芝麻街的那个知道就不知道为什么对早期好像很多模型都用芝麻街的人物，它的全名是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重点是你看，不管左边GPT， 对我上次好像问过他 ，GPT 的全名是什么？我
只是问过一次。GPT 啊，大家每天在 ChatGPT，GPT 全名 Generated Pre-trained Transformer 啊，很好。对，我没有写在下面嘛。好，我在糊弄你们，都跟 Transformer 有关。对，它就是 Transformer 的架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啊，中间有一些所谓 attention 的机制啊，就是种种。但是，左边这种所谓的 encoder base 的 transformer 啊，你可以想象成是说，我有一张图，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是好像有2种大型语言模型，一种就是这 auto regressive， 我是把它颠倒了，对不起，把它颠倒了，这个是 auto regressive， 下面是 max。auto regressive 就是 GPT 这种，就是一直在就是基于前面的东西一直在预测下一个 token 下一个 token 这样的模型，对不对？所以你要看这个例子 ，Why does the chicken cross this 什么？它就一直在从这些 previous 的 token sequence 一直要往下一个 token 去预测。但是另外一种模型的学习方法啊，或者比较有点像是说，它要去全局的看它，那甚至是它的训练是说，比方说 Why does 我中间随机的把这一块把它 mask 起来，就不让我们训练的人不让你看啊，然后再让你去猜，然后去看对照标准答案，再慢慢去学那些盖起来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学的表征，他最后学的表征，可能会跟这种所谓 auto regressive 一直往前看的这种学法会有点不一样。至少在比方说我们刚开始有一些分类任务啊，就是或是一些叫做以前自然语言学叫命名实体的辨识的时候，这些 BERT 做的比较好啊，因为它一次就左看右看啊，然后来猜中间那个缺的是什么，左看右看来猜这个缺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一直就像一个 next 这样去学这样啊，所以如果像这种 next token 型的 token by token 这样去学，你就可以想象说，它比较强在一种，它很强在生成，对不对？生成文字、生成什么，这个能力也很强，因为它就是这样训练出来。可是如果是要去了解比较全局的，可能会 encoder base 的做法，好，就这样子想就可以。所以我这边只是再把那个图重新画一次，画一个再没那么可怕的一个图啊，就是你把它想这个模型，它就是我们主要的学习方法有一个叫做把它 mask 起来，把它遮起来啊，然后让它去猜那里面，然后我喜欢这里可能是小、大、狼或狗啊，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 decoder base auto regressive 像 GPT 这种，你就会学一个然后要去预测喜、预测欢、预测小，但在预测小的时候，那个喜欢都是它的脉络，都是它这样一个一个往下去猜，接下来是什么？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2种 transformer， 它学到的所谓的以语言来讲，学到那个语言的表征，我不是很确定在特定的任务上的表达，那理论上你都可以把它的表征在最后一层拿出来看，啊，但至少在 BERT 这个几年前还很红的时候，大家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word to vec， 刚刚前面这个虽然你可能还不是很知道它做什么事情，但是它至少你可以知道的是，它学到的是，它会让每一个你语料库里面的单字都好像有一个向量，可是问题是我们就会知道说，人类语言脑没那么容易嘛，对不对？就像大家最典型的例子，这个银行那个 bank， 有那种 financial institute， 也有那种 bank river 那个河岸的那个意思啊，对不对？意思有很多啊，所以我每一个就是这个词。在这里讲的那个意思跟在那里讲的意思不一样，所以它的 representation 它的向量也应该不一样啊，对不对？这个就叫 contextual embedding 脉络向量。那以前 BERT 很方便来学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把bank 在这边的向量拿出来，在那边的向量拿出来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应用上就比较可以更精细的去掌握到那个字词的多义性。好，先有这个概念就好。所以 embedding 它有
我们叫 static 静态的跟脉络了。静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狗，就是不管狗有5个意思或7个意思在字典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向量，一组向量。但是如果你有7个意思，或者你在其实不一定是字典这个意思，是你在狗在不同的使用，它可能就不同的向量，对不对？看你什么样的应用需求，你要到这么精细的意义表达，你可能就要用 contextual embedding， 像 BERT 这样的模型去训练，然后得到那个 embedding 出来做应用。如果比较单纯一点的应用，也许像那种就是所谓 static 的 embedding 就可以。好这个我也今天也不再细谈，反正你们都可以连过去看看，就是那如果是 BERT embedding， 这个 contextual embedding 到底会怎么运作，或它的这个长相跟它怎么对应到我们语言使用是什么？这边也有一个网站连给大家。好，我说过了，所以我不会讲太多。我们再讲一点那个之前没有提很多的 post training 就好了。就回到这个图了。好，现在希望大家至少在概念上可以有点掌握，就是我们现在历经了 pre-training， 对不对？只是那个 neural network 的 training 它到底怎么 train 的，我们还没有谈。对，我们说在深度学习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但是 train 好的东西，我们大概知道怎么用，包括我们花了几周时间在谈这个 prompting。但我们上次没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post training 的部分。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概念上先可以大概一个了解就好。我们上次也有提过，就是右边这一块，就是大概可以有2种调法，就是我们说模型的那种 base model 拿出来的时候，上次给大家看对不对？问他谢祖凯是谁，他就回答，这很可怕，就是这种他的接的那个 completion 的方法，的那个结果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那所以我们怎么去调它？我们之前稍微提到说，有一种就是前面这个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是我们先有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人类生成的、人类产生的资料，包括特别是绘画型的资料，对不对？拿去优化它这种绘画的能力，而不是去做这个像文字接龙的这种任务。这是一个 supervised fine tuning 的阶段。然后还有，其实再往下一个阶段就是叫做 preference fine tuning， 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这个输出要跟我们人类的偏好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你们可能会常听到一个叫做 RLHF， 就是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在不少的现在的比较大的模型都有使用。那也有另外一种偏好的优化做法叫 DPO 等等。最近就是很多不少的讨论跟一些，但基本上的方向大概是接近的，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偏好上跟人类去做对齐这样子。那这个这种 supervised fine tuning， 但我们上次也稍微提过，就是说它那个资料少很多，对不对？比起它在 pre-training 的时候要读的东西大很多。那也稍微提过这个它的问题可能是这个价值错误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好了，这样讲有些事实是他们有去验证的像比方说这张 paper 里面提了一个例子，就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hacking 练习的时候类似的嘛。你如果下 prompt 说，我怎么去从那个药局偷东西然后不被发现，然后这个 completion model 就是那个之前那个 base model 有点像 base model， 它就会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接龙，对不对？他说那 How do I get out of paying of my car? How can I get away with murder? 就很奇怪的一个接法，对不对？但你如果给他 instruction， 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是好像会开始跟你对话的时候，它会产生对话没错，但你看那个对话很可怕。你仔细读一下，你跟他说没有保证你是不会被抓因为每个店可能都有保全，但是there are some general tips and strategy you can employ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success。 哇，这听起来很可怕，还教你真的是怎么去偷东西不会被抓，然后就开始讲一堆，对不对？那就想这件事情，他已经没错，他已经会讲话了，可是这个跟我们的价值，我们希望他会的或讲的不一样，这个就是所谓跟人类价值没对齐至少是我们期待模型不要这么老实了，就该有些话你就不能讲。那你要做的事情，就还要再进一步的微调它。这个时候我们就
再更多一点的机制这样子。好，这个就是我细节我也先不讲好了。就是当然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是一个比较naive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会有一种机制去训练一个所谓的奖励模型，然后对这个 base model 的输出来给它评分，然后我们来再去优化这个 base model， 让这个那个奖励让它就是生成奖励模型可以给更高分的这个回应。那这边有很多人的功在里面哦，这个当初这个 OpenAI 也花了不少个银子去请那个各个不同的人力labor 的，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篇长的文章，他在后面有一些附录，蛮有趣，但我没有细看。我是很好奇说，我们会直觉吗？就是想说，像这种所谓 preference 的事情，就所谓价值啊，会跟文化啊，跟你所在区域信仰很有关联，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好的，应该的，或至少不会那么糟糕，但在某些文化就很糟糕的，对。那你请的 labeler， 不管在什么样的 instruction 下，然后你要看到的，那你在做一些给分的时候，不会有影响吗？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这个是闲聊了，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标记者的国籍，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东南亚是最多的嘛，他们请很多菲律宾跟印度的 laborer 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是想象的好像就是这样听起来也不是很好听，就是想象好像是北美的啊，或者这种印欧价值的人比较多，但我也不确定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好，这张图很有名，只是说现在很早以前在讲那个 RLH， 我只是想让你们印象深刻一点就好了。就是这件事，这是一张叫什么？你们知道就知道，但我现在突然忘记这个事。反正简单讲就是，本来你看右上那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读很多书的一只怪兽一样，然后再把它稍微控制一下，这个 supervised fine tune 它一下之后，就好像像会讲话的一个人样出来，但是讲的实在是有时候吐起来都很可怕，所以我们会经过一个 RLHF 在做这个 preference fine tune， 你最后讲的，然后最后的那个东西黄黄的，看起来比较可爱，比较符合我们人性这样子啊。好，我想这个至少我们一个很快一个 overview 给大家一个这个所谓的模型的概念就好。那剩下一点小议题，我觉得倒是有一个部分是可能跟我们自己在做人文应用的时候比较有关。它有两个相关议题，一个叫做取样。取样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你从一个训练好模型生成的资料，它不是拿最后一项变成一组 token 的几率，一组词的几率分布一样啊。那你要去挑选一个 token 作为这个最后输出啊，那整个过程是一个 sampling 那么一个取样的过程啊。然后也涉及到说另外一个议题是，你在训练好模型，我要你生成或做其他事情，它需要的计算的资源跟时间，那个叫 test time compute，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在训练它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跑过一次那个模型的才能够就是刚刚讲的是跑出这些 output 这些 token 啊，然后拿到一个 distribution 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再让这个资源更有效率啊？当然这是很多是比较技术上讨论，我们就先谈一个这个取样问题啊。这取样问题为什么看起来很技术，但是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会对大家是蛮重要的，在于说这个取样大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模型到最后一层，我们把每个那个 token 它会通过一个 linear 反正一个线性层 map 到你这个模型的单质量的那个，就是你到底有多少单质量，它就把它 map 到那边，然后就得到一个他们叫 logic， 反正这个概念先不用担心，它经过一个function之后，它就变成每一个词的几率分布，每一个词就是你在这个模型你可以处理的那些 token 那个跟单质量刚刚讲的所以比方说一个 input 进来greenhouse room， 那你接下来那个词的几率分布就是就是假设你有10万个你可以处理的10万个 token， 那就是那个10万 token 的几率分布。那么问题是，我们刚刚讲 next token prediction 是 based on 什么？
最高几率吗？但是你就想，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创意工作，就是你希望模型比较会写诗，你就不希望它呆板。呆板，什么叫呆板？我们人，就我们用人来想象，我们讲话如果很呆板，就是他讲的中规中矩，叫呆板嘛，对不对？那都没什么变化，也不会讲错啊，但是这是不好听、不好玩。你可以像很多朋友觉得讲话很好玩的，他那就怪怪的，对不对？他怎么会那样讲话？就很好笑，很奇怪。那就是一个变异的问题，就是变异用这里的脉络，就是你在选、你在取样的时候，你选的下一个词、下一个 token 好了，并不是那么中规中矩，就是大家都会用，对不对？好，所以这边会变成一个，之后可能我们如果在做有相关的实验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之前稍微有提到有一些 hyperparameter， 对不对？包括什么温度的选择啊、top k 啊，或者是机遇门槛超过多少啊，然后等等的有一些方式跟考量啊。不过这个我觉得它现在也算是我们 AI 里面比较被低估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先给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这个为什么？我这边为什么讲说这个对我们人文领域、人文应用会有很帮助，会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某一项就是想说，人文领域应用在 AI 跟人文领域的应用的交合之处，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们有创意嘛，对不对？我们强项这样讲有点奇怪，不过我的角度就是说，我们的强项之一，应该不在于说你怎么找到一个很有效率的优化模型的方式，对吧？我们的训练，我想大部分人的训练不是在这里在场，对不对？但是你的训练是你对人社会的了解，你很多细节，很多人跟人之间各种你有一种你比较多的感受跟连接，那个东西常常就是我们在想创意的触发那种新的东西的来源之一。所以你今天，如果你今天做的是比较创意型的，你应该关心的是我怎么让 AI 跟我一起触发一个创意出来，对吧？而不是我现在认为我要想一个比梯度下降更好的方法来这个让模型的参数优化更厉害，那你可能会比较是训练应该在电子学，可是我们应该想的是，在了解模型的这样的基本运作之后，我怎么有办法让它激发创意，我跟它结合，产生有些新的创造。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了解所谓的模型原理的时候，先不要陷入太焦虑，就好像我要懂到多少细节，因为我觉得的确它内部变化也很快。就我们当然我也提到，就是说我很鼓励大家各种学习，然后现在有 AI， 基本上我没什么借口说这个太难或什么，只是你怎么跟它互动，怎么累积你的知识而已。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先把模型先有一个概念停在这边就好。那好，我们休息还是休息一下。我下堂课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来一起来玩一玩，试看看的一种跟 AI 的创意练习。这样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说这个我们来，记得我以前提到，不是前几周，然后说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用一个案子来练习是会让你比较有动力的，因为毕竟这个有时候新的领域会稍微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做一点成果，或者是像等于是对这个期末专案做准备，你就比较有感觉。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空出多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所谓的课内的专案练习，这样。我们先来讲2个童话故事。这个你们这一代还知道吗？小红帽跟狼，还有大野狼跟7只小山羊的故事，有吗？小时候有听过吗？对不对？那个我们不用再讲述一次哈，你们记得吗？小红帽
我有这个那个什么，我在哪边有找一个，好，对吧？反正你要是不太记得，你可以 Google 一下大野狼跟小山羊的故事，7只小山羊的故事。那这个这个让我有一个，你看啊，现在读起来啊，就是传统的寓意。你们要是打说，比方什么小红帽故事的寓意，比方说，我们就打看看，这个在上个世代啊，现在还是性平会还会有这个性平教育，就是我们就是要让年轻小女生对于大野狼男性产生一种恐惧感。我个人不对这个在做什么评价啦，对，我可以理解这个考量，就有点像回到我们小时候在听这个故事。如果你们听那个故事最后，比方说你们的版本，我猜，就我们的听的版本应该是一样，就是小红帽就是最后就是你要乖乖听话，对不对？你就是要才不会被人家骗了嘛，对不对？你要听妈妈听爸爸话，然后那个大野狼跟那个山羊的互动也是，就是，但是好像差别在于说，我的那个版本是他们最后合作起来把大野狼制服了。那你们的版本可能是他吃到他肚子里面去，然后让妈妈回来再把三炮救回来，是吗？你们记得吗？好了，反正总之就是要听妈妈的话。那个故事的那种那个某种教育意义很强烈，这样啊。我没有要做什么评论，我只是说我小时候在就是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常比较反骨。就常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他不这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吗？那非得要那么笨吗？那为得要呢？我们就很多疑问。但是我们通常就是要被乖乖的，故事的发展就是有单线嘛，最后你就是要乖乖听话，才不会有危险，然后故事结束这样。好，这是我小时候的感觉。然后这个故事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再把它稍微读了一下，我觉得它很有 AI 的时代感。你们记得那个大野狼？但是大野狼很可怜，他总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嘛。就是他要么是他像那个跟那个大山羊，那只7只小山羊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要骗他们啊？先是声音当成是妈妈，山羊妈妈，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要伸出去，那种白白的，你们记得吗？然后脚要伸到门缝，说我是妈妈，你看我白白。然后就是有点就是要用，就像我们讲说 deepfake 一样，我们面临的世界就是讲那个声音、影像、肢体所有东西，像以后气味也好像都是在一种伪装的资讯感这样。好，那我要跟大家聊，其实是这个啊。不过就是刚提到那个，我有感受，你们知道，其实版本有很多嘛，就是。这个比方说那个小红帽的版本，在意大利文的某个版本是，他是靠自己的智慧来逃出大野狼的魔爪，不是被妈妈保护。然后甚至有一个版本是，小红帽去奶奶的家中，再一次碰到他，然后最后小红帽用奶奶刚煮过的香肠的热水把他大野狼烫死。是版本有很多，但我猜我们台湾大概不会读到这个烫死的版本了。这就让我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在这边？我有看到一个做我们期末专案的客人，我就是觉得应该蛮可以赚钱。我分享这个赚钱 idea 给你。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希望 AI， 我们跟 AI 的合作，可以让我们激发很多创意，可以突破一些我们以前就觉得很被狭窄限制的那个方式。像你看读故事，其实我现在没有在。我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读故事这件事，因为读故事本来就是很亲子的活动，对不对？就你爸爸妈妈读故事给你听，睡前安慰你，然后觉得安心睡觉，或者你要乖一点，等等等等，这有它的作用。
但因为它常常是扣掉这个面向，它常常是受限于很多东西啊，比方说比较凄惨就是你爸妈没空啊，没人念给你听啊，要么就是那个故事太单线了，听2次就好腻了，可不可以换一个啊？你爸可能不要讲你爸，就你的读故事你听的人可能没那么多想象力啊，他就说啊就是这样啊，就是叫大羊就是要吃你啊，你就是这个小红帽就是小心就好了啊，类似这样，那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我们小孩子的想象跟就是需要被触发嘛，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一个可能的专案，我讲给你听，就是你就想象，如果他今天是一个说书人 ，AI 在说故事啊，那这边用到的技术，可能你们慢慢我们在之后谈那个语音的部分，你们就会知道大概怎么应用它。说故事，左边这边是我们可能下一次就会提到的一些，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故事集，你可以让 AI 去，比方说我们就是去读一个伊索寓言的故事给我听好，去那个资料集里面找，或者是你自己生成也好。那右边这块可能就涉及到比较特别一个最近蛮可怕的声音克隆的技术，你只要偷偷录一下你爸爸或你妈妈的声音的5到10秒，你可能就可以开始讲故事给你的弟弟妹妹听了。这样好，那就想先不要看这个语音部分，就是想那个说故事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办法让 AI 说一个，就是它是可以一直就像那个你们那个分支的概念，有不同版本的概念。就比方说我讲故事，我先跟你讲这个小红帽的故事哦。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小朋友可能说，那他可不可以下次不要走那条路就好了啊？这很合理的问题嘛。或他可不可以就像什么用香肠的热水烫死大野狼就好？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吗？他可以不要那样吗？AI 可以帮吗？它可以，我们就从那条线发展另外一个故事。我讲一个另外一个小红帽的故事给你听。我从那个地方开始不一样。小红帽突然，或者说你就很多想象力。小朋友说：“那为什么小红帽没有朋友啊？他有一个口哨很厉害，会啊，朋友不就来了吗？我在学校也是这样啊。”你要是传统爸妈就没辙了，你不要乱讲，不会就是这样就结束了。但他可以故事可以不一样。他可以真的，他去呼朋引伴，突然他的朋友出现，然后故事又不一样，变3打1，3个朋友把一个大野狼打死的故事，或什么，对吧？可能性太多了，我们人可能做不到，或者没办法那么及时互动。要不要来做一个系统来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我就是你们做得出来，甚至说，你就想说，哦，他还有声音克隆，很多爸妈觉得啊，好方便哦。这样以后我都不用念故事给他听，而且那个念故事还什么故事都会讲，还可以中断，可以变成不同的版本，小孩子开心的要命。这样子我们要控制一下，不要讲到什么老奶奶去卖枪或者什么那些就好了，对不对？等等，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课堂上是可能做到的专案。就先不讲那个声音的部分，就是在想怎么样让我设计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存在的各种变异。我觉得这是你们做得到，我就先丢在这边。以后就每一次可能想到什么点子，给你们参考一下，你们就刺激看看，想看看那个很人文性，对不对？我们就是掌握一个概念，就是人本来就很复杂，人文性的东西就变异很多，然后从一个角度讲，它是很有趣。我们看到各种可能，对不对？不会太死板，就这样人才会改变嘛，就是才会不一样，对不对？才会有趣。那种东西跟想象，你要尽量去触发你想象，不要被这种好像特定的东西绑住。那在这个所谓 AI 已经知识占满的这种时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用传统的那种方式来看待很多事情，你就跟着就有点是窒息了，就是因为你讲故事也讲不，就是知识性的东西你也不用记啦，对，就像你想我常记得我第一堂课讲那个1%的故事。很残酷的一个感觉，就像这个人类社会，可能in the end或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会有些这个领域，或者他特别会写童话故事的人，他一直有一些新的创造力、很人的东西在那里提供给我们新的 classic。可是大半部分的平均的 storyteller 和 writer， 可能他就面临一件事情，就像 coding 一样，他就面临一件事情，就是 AI 已经到这程度了。
我写也感觉不到比他好到哪里去，或者他没有办法那么，我没有办法那么生动的时候，那你就想，我们脑中如果还停留在那个我只要排到这个中间这个，我就可以当成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时候，那个想法你可能要稍微调整，对不对？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技术，它只越来越快，它可以带来的可能性很多。你可以跟他一起合作，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类也好。就像你看读故事，我们有一本，就几本经典的在这里。那以前我们就写这个书啊，这好多充满着各种有的没有的书。我现在讲的不是儿童文学的创作，你可以看到很多领域，就像我们介绍那个音乐也好，或者艺术领域，都是很类似。那你如果是待在这一块的，你要多去想怎么跟 AI 一起来让这整件事情更有趣一点。就像是讲故事可以这么互动，可以这么多种情节，我们根本不要固定一本书，因为我今天想要它变成什么故事，我在脑中我就感受到那个故事性，我就可以发展它，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再更不一样。甚至我今天听了这故事，突然觉得可以看一部影片跟这个小红帽有关的吗？就是我刚刚讲的故事拍成短片给我看，可以吗？对不对？那是因为你有没有想象力而已。但现在的技术慢慢已经可以让你在这种各种混搭下做出创作一些很新的类型的创作。这个是我一直希望你们期待大家掌握到的那个点。AI 技术本身倒不见得一直在想那个技术层次，而是它重要的是在你可以它触发你什么，你以前没做过、没想过，很好玩，原来可以这样，很破坏性的东西。好，这个现在可能没办法，但没关系，我们来做个简单开始，就是这样。这怎么跑到下面去？就是现在有人就是开始在讨论，就是 AI 既然会这样，那他会做教科书、写教科书或写什么书啊这件事情，然后就很多讨论。我们其实助教同学，我们实验室同学半年前开始做一个案子，就是在讲这个怎么样自动编纂小学的国语课本，然后但是要有一些我们之前的人类知识经验累积的一些东西，怎么嵌入它，让它，你就可以想象，如果加生成一本台湾的国小或小几的国文课本不难，可是那个品质，对不对？我怎么去保证？那你要知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先知道，那人类原来的品质是什么？我们的控制这个国小教科书的想法，那些专家知识是什么？可能我们的词汇量的难易度的表或考量，对不对？文法该学什么的，小5才学什么，小6才学什么，有一个 know how， 对不对？你要先把那个 know how 先掌握出来，你才有慢慢可以用那个 know how 去跟这个 AI 结合在一起等等。它不是一个单纯是我就是那你帮我生成一本结束，那这样的是不会用 AI， 它也没有意义，因为那是 AI 给你工作啊，对不对？好，回到这个就是这样。我请大家，我们其实今天有给大家30分钟，怎么样？我会下去看，我觉得我一直站在上面好无聊。我们这种线上课，虽然对我觉得还是要多一点互动，也让线上的同学可以让跟老师互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可以小组单位，脑力激荡一下内容，包括我们要这样，就是我要的任务是这样，做一本小书或小故事，不要太多。我举个例子，我其实本来要简单的 demo 给你们看，就是这本，但是我后来就没有把它弄完。我本来想要叫那个 ChatGPT 写一本 Transformer 的给小学生读的，后来发现太小学生了，就跟你们讲好像你们觉得太无聊，就是在讲说语言魔法师啊，然后把这个向量也用这些各种等一下，在下面。就是它有一个主题，它有一个关于这个魔法师的主题，然后用这主题去谈向量啊，去谈这个，所以我们没有讲那个注意力机制啊，或者是它到底有什么学习的魔法啊，等等等等，蛮有趣的。这是一点点，然后小学生看了可能他都会讲什么叫做 self attention，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那回到这个，我要让大家试看看，就是你先想一个，比方就像童书也好啊，我要改造点什么，比方说刚刚那2本小说，2本童书，大野狼跟
小红帽、大野狼跟7只小山羊。那你假设你就想说，我今天要替大野狼说话，我家就养只狼啊，我超喜欢它，我要它变成一个好的角色，我重新重组这2个故事。你跟他来协作看看，我写一个大野狼是在帮助小红帽的故事，而且小红帽是一个坏的小女生或什么，这是随便你们，你还可以综合很多故事元素来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就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实验。但你就要想说，我现在有一个想象，我的素材是什么，我希望它导到什么方向，然后我要怎么下 prompt， 然后这个结果它也说一些 output， 那我这个过程我要怎么去调整它，我要选的模型是什么，就当然因为现在大家手边可以用的，现在很多模型现在就 free 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选择。然后最后，如果你觉得太无聊，它就是好像很快就生成，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小小的作品。你要有一个书面的封套，对不对？还是什么？我可以最近有一个这个，我觉得蛮好玩。就是你们应该都有 Google 账号，就是 Google 的那个叫 AI Studio， 它有一个版本。免费的可以用，我找给你看，像这个，看我昨天就试一下把那个照片丢上去，我只是说帮我把它理光头，那就出来了，就有点像是我前阵跟大家提过，语言变成 brush， 我就是本来要修图，本来要各种，我现在变成一句话这样子，效果也许不见你想那么好，但是比方说我现在换变成红色系列啊，或者是搞成这种什么都一句话，那。当然比较，人家说他文字可以，我没有测，但中文是不太行已经有点厉害。我就要写谢书凯在上面，它只有就是那个楷乱七八糟，勉强还是可以。这以前是蛮难的，就是要把文字嵌在这个图上的。但最近，你们如果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封面，书的封面，也可以去这个什么 Google AI 的 Studio， 有一个模型叫做 Gemini 2.0的 Flash， 还有一个叫 Image Generation Experimental 就是在这边拉这个模型，选这个，然后你就可以反正做这件事情。好，然后如果你想要酷，就是变成真的很像一本书，你已经很快就把那个内容生成完了，你可以去对，我写在那个我写在那个这个，我有丢在那个 NQ 库，就是它是一个就可以线上翻阅。就好，感觉真像一本书，不是一个档案而已。你就把你的故事丢上去，它就变成像可以翻书一样，这样，但增加点成就感而已。所以就这样，我讲太多话，就让他们去。我们你这样讲完就剩下，好，我们10分的时候好了，4点10分的时候。请大家呢，你们愿意分享，我们把它当成是就像这个课堂作业，你们分享到 NTU 库里面去。我有开一个 NTU 库的作业，第5周，就这样。不见得今天等一下要交完了，这个作业你如果很想要把它做得很好玩的话，我们反正就开放着你可以。自己高兴的时间上下，但如果同学愿意分享，包括各个其他线上其他同学，你们可以趁这个时间大家小组互动一下，做看这个作业，可以吗？好，那就去看看咯。我等一下上去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可以小组比较快，对。好 ，OK。好，那我们来上今天的助教课。好，所以今天大概就先讲解一下等一下那个测验是干嘛的，然后今天讲的是 function 以及今天的回家作业。好，就是我们等一下5点的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测验，大家应该有看到公告栏。然后这个测验就不算分，但是它是为了让大家就是稍微感受一下自己的程式能力到底到哪里了。然后，因为我们4月5号有那个 NVIDIA 的工作坊嘛，会就像老师刚刚说，如果你完全没有程式基础，或是你觉得等一下的测验有一点难负荷的话，这样子上那个工作坊可能会有点辛苦。所以这个测验基本上就是让大家评估自己，稍微衡量一下自己适不适合
4月5号的那个工作坊，所以那个问卷连接在等一下后面的 slides 有，但因为它现在有密码，所以大家也进不去。然后里面主要就是请大家填姓名，然后学校的电子邮件跟有2题选择题，但2题选择题基本上是可以一起答完的。然后那个问卷是15分的时候会自动关闭，所以如果你15分钟没有办法写完这2题的话，就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像刚刚说的，这个测验不算分。然后你可以用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工具在做这个测验。当然，我们也没有让大家那么好用这些工具，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公布栏上面有的，一模一样。然后我们会寄给，就是可能你是全队，然后你又在大概150人以内的话，我们会寄通知 email 给你。然后你收到这个 email， 你也不一定要参加，就是给你一个参考，就是你有这个程度，你应该可以参加这个工作坊，不会觉得负担太大。好，就是这个测验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是上锁的。然后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密码，就是大概59分58秒的时候。好，所以你输入密码之后，你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那下面那个 collab 就是有题目是在 collab 里面哦。下面那个选择题就是问你要选哪一个，然后选择题有10个选项，一题有10个选项，所以很难用猜的。然后那个选项会随机出现，所以大家的选项都是不一样的。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有2题选择题，就是你答完就按送出就好了。好，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礼拜好，对，因为今天是国际幸福日，但我们今天还在这边可怜的上程式课。好，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的回圈。所以我们上礼拜教了回圈是 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它们主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来执行相同格式或是相同的任务。那 for 回圈的话，就是在你次数是固定，你确定你要执行几次，比如说你有一个 list， 然后它有个固定长度的时候，你是用 for 回圈。那 while 回圈就是你有一个条件可以控制它，但是你的次数是不确定的时候。好，那我们也用了 range 跟列表的长度来做了一个小小的练习，大概稍微回忆一下上礼拜上了什么。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讲 function， 所以请大家点这个 collab， 你应该会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 function， 是大家在期末做专案的时候，或者是刚刚跟上礼拜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其实你的程式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个东西叫 function。那它在中文我们会叫它函数或者是函式、公式的式。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式码，一段程式码，你可以一直用它来执行特定的任务，有一点像是比如说咖啡机，或者是自动贩卖机，你有一个输入，它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它会给你一个输出，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函数呢？因为它可以重复利用，所以你就不用针对，比如说你今天有100个 prompt， 你就不需要写100次相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减少重复的程式码，以及如果你今天要 debug， 你可以直接找到哪一个function出错了，直接去处理它，而不是在你一大串程式码里面找你的虫在哪里。好，那在第3个，它被呼叫的时候才会运行，也就是如果你不用它，它就是待在那里，就像是自动贩卖机，你不用它，它就是待在那，它也不会自己土动。有时候会啦，但好，函数就是你不用它的时候，它就是在那边不会做任何事情。像刚刚讲的，它有一个名称，然后有输入，然后有个输出，所以就像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然后你的程式的脚本 script， 它是一个外面的世界，你可以从外面的世界传资料进去这个实验室，让他们执行一些东西，然后吐出来，吐到你外面的这个脚本，再去做你后面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输入东西进去的话，他们就不会运作。好，所以我们往下看，我们要怎么创造一个函数呢？就是用这个 def， 它是一个你命名定义函数的方式。所以
第一个你打 def 之后，你后面那个是你今天要做的函数的名字，我是叫它 myFunction， 然后你要给它一个括号跟冒号，这样你的定义函数就完成了。那我这个函数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把这句话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是我创造函数。然后你在定义函数的时候，虽然它不会做任何事情，你还是要跑它，你还是要执行它，它才会是定义。就像是我们在定义变数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比如说我可以定义第二个函数，它叫 func2， 然后它里面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变数叫 result， 它存的值是1+2，但是它做的事情是先 print 这个，然后再 print result， 一样我们去跑它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它就只是在定义这两个函数而已。那我们要怎么用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呼叫函数。比如说，我们今天重新定义一个叫 myFunction， 那它会覆盖上面那个 myFunction， 它会印出这句话。所以，如果我们要叫它，就是在这里，这是外面，看得出来吗？这是外面，这是函数的里面，它有多一个 tab， 它有多一个 indent 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呼叫它的话，它就会印出这一个函数里面所做的程式名，但是外面就是纯粹只有这个函数的名字。所以，比如说我再次用同个名字，但是今天是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去跑的话，它会一直，所以你只要呼叫几次，它就会做几次这件事情。它不像 print 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在外面，你在外面做，它就可以执行里面的事情，所以这是基本上我们运用函数的方式，在你自己的脚本里面去运行这些函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请大家定义一个函数，它可以列印出一堆苹果，要怎么定义呢？就是用半形的括号加一个冒号，然后因为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列印苹果而已。我的好。所以我今天只要跑它，它就会定义这个函数，但是它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因为我们还没有呼叫它，所以我们今天要呼叫这个函数，它才会把这些苹果列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运用一个函数的方式。那再来，它当然不会只能列印东西，所以我们基本上函数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参数跟回传值。参数是什么？参数就像是我们把钱币投到自动贩卖机一样，它是一个可以传入函数里面的变量。然后你今天要传什么参数，是在那个半形括号里面指定的。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 myFunction， 在后面设定一个变数，可能叫做 age， 然后这个名字这个 age， 它只会在这一个函数的内部里面是有效的。所以，比如说像我们下面这边，它是有一个参数的函数，那它的参数叫什么名字？叫 name。那它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的程式码，这个 name 就是代表你传入的东西。所以，当你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刚刚执行程式都是直接只有一个括号嘛，我们今天就必须要传一个东西给它。那这个东西，它会在函数的内部被当作 name 来使用，所以我们定义看看，如果我们今天这样，一样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如果我今天像我们刚刚那样执行myFunction，会发生什么事呢？它会跟你说有 type error， 跟你说它需要一个 argument， 它需要一个参数叫做 name， 所以我们今天就传一个参数给它，它就帮我们列出来。所以它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传进去的东西套用到函数内部里面的变数。所以这样理解，你今天如果的函数里面有设参数的话，你一定要传参数进去，不然它就会报错。所以一样，如果我传其他参数进去，它就会一直执行这个函数，然后一样把那个我传进去的东西带到它函数内部的参数。那当然有一个参数，也可以有两个参数。比如说我今天定义另外一个函数叫做 for， 那它有两个参数，一个叫做姓，一个叫做名。那它做的事情也是列印东西，所以我今天定义了两个参数，我今天就传两个东西进去，它就会把它当做里面的 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好，所以我可以一直乱传，它就会一直列印出来。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倒转它的顺序呢，就是我不一定要 last name 对齐 last name， 我也可以先指定 first name 要叫这个，再指定 last name 要叫这个。所以我不一定要按照顺序，但是我只要指定好我今天传的东西是对到它哪一个参数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你自己在看程式的时候也比较清楚，因为如果你参数有5个的话，你一个一个输入，你可能会搞混顺序。所以如果你直接指定第一个值是要传给哪一个参数，第二个值是要传给哪个参数，这样你自己会比较清楚一点点。所以这件事情你反过来做也是一样的。好。那再来，除了我们刚刚是没有预设参数，你传进来是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可以设一个有预设参数的函数，也就是当你今天什么都没给它的时候，它还是有东西可以印出来，所以它就不会报错。比如说我今天定义了一个新的函数叫做 myFunction， 它在这里原本是只有 country 嘛，本来应该这样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今天预先定义好了 country 这个变数，在你没有传任何东西进去的时候，它就叫台湾。所以这样我们按的话，虽然我没有设定任何东西输入进去，但是它可以成功的运行，可以成功呼叫这个函数，它就会 print 出我来自台湾。但我可不可以传其他东西进去？可以。所以如果你传进去的话，它就会直接取代那个台湾。所以它就会列印出来是我来自 Japan。好，那当然我们刚刚都是传字串，然后列印出来，因为都是示范用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传送任何的资料类型进去，所以你传什么，它的变数就会吃什么。所以像我们下面这个范例的话，我们是传一个 list 给函数。在外面环境，也就是我们这个全部的 script 的状况下，它是一个全域变数。如果你点进去，它会解释什么叫全域变数。这两个是一个连结。好，所以我们今天定义一个新的函数，叫做 print my wish list， 然后它吃的变数叫做 food。这个 food 一样，它只属于这个函数。它不在外面可以被使用，所以如果我今天按这个，然后我叫 food， 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会发现它会跟你说它没有被定义，因为它只存在于这个函数内部，你在外面是用不到这个 food 的。好，所以我今天设一个新的外面的全域变数，叫做 wish list， 里面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一样使用这个函数把它传进去。它在里面就会被当成 food， 然后执行这些操作。所以我们呼叫这个函数的结果就是下面这3个输出。好，这个刚讲过了。那我们一样可以传送字典。传送字典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你传什么进去，它这个 food， 它这个参数就会变成那个东西。所以它变成那个东西之后，一样我们想要把它全部列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先定义，一定要定义哦，就是定义这个函数之后，你再把你的东西传进去，它就会在这个里面执行。因为我们现在的例子都比较少，我们今天都只有一个字典一个列表，所以可能大家觉得那为什么不直接在下面写一个 for 回圈就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10个或者100个字典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写100个 for 回圈，这时候我们就会用function用函数来跑这些东西。好。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字典，它就只有1个字典而已，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for 回圈来跑，不一定要定义function嘛。我们直接用 for 回圈便利这个字典里面所有的物件，然后把它印出来。但当我们今天有3个字典的时候，你不可能写，你也可以写3个回圈，只是比较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有3个回圈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一个函数。它吃的东西，它的参数是一个字典，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函数里面对这个字典进行回圈 print 的操作，所以我们一样把它定义完，所以我们的 function 定义好了，再把这3个字典放进一个 list 里面，这样子它就会轮流把它传进去嘛，因为for回圈就是对
每一个物件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个物件，对每一个物件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传进这个函数里。所以会轮流从 Grace 开始，它会被传进这个函数，再来是 Grace 2会被传进这个函数，最后是 Grace 3它会被传进这个函数。所以它做的事情就是把这3个字典里面的东西全部轮流传进这个函数，然后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的程式码就变得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就会比较简洁，你就不需要写3个 for 回圈，然后可能有一个还写错。好，那刚刚前面讲过，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它独立于外面，就是你的整个 script， 它有自己的程式码嘛。我们刚刚都传了参数进去，我们也呼叫它了。那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是把结果回传出来。所以像下面这个函数，它的名字叫平方。它一样吃一个参数，我们现在暂且命名它叫 x。它在函数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把这个 x 平方，2个乘号就是平方，所以它平方2次，然后存到 result 这个变数。最后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 result 回传出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呢？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我们传了5进去。它回传出来就是25，你会发现我这边没有用 print， 因为它会直接把那个值回传出来，它显示的就是它的输出值。所以我也可以把它存起来，比如说我就把它存到一个变数叫这样，它就不会 print 出任何东西，因为它就会直接存到 AAA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当我想要看一下 AAA 里面是什么的时候，我再把它印出来，就发现还是25。所以这是一个你可以在函数里面运算完，让它把东西吐出来之后，你再去做后续的操作。可能我后续想要对这个 AAA 做加减乘除，所以一样我们这边把它全部传进去。因为我覆盖掉了，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一个传的话，它就是会把每一个输出值都传进去，平方之后再传出来，所以每一个都一样。所以像我刚刚做的事情。一样，我们先把它9丢进这个函数平方里面，叫它会传出什么？它会传出81嘛。然后，所以我们第一行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的回传值81存到 first。然后我们第2行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first 加上1000再存到 second。然后我们最后一行就是把 second print 出来，所以你就会得到1081。好。那我们上面有个 exercise 给大家做，我等下乱抽一个人来帮我讲一下。所以我们上面请大家做的事情是设计一个函数，它叫做 total price。这个 total price 的功用是要计算单种类的水果的总价。所以第一个是苹果有1斤有100块，然后我有买2斤，橘子有1斤50元，我买了3斤。那我要怎么定义函数，然后在外面呼叫把它 print 出来？好，我找一下学生名单。王淑妍有来吗？好，没有。那我再换下一个。王千文也没有，我今天不会点，全部都没有来吧？江雨慈
哦，好。你在函数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就是这个里面这个第一个问号你是填什么？price 乘以 quantity。对，因为我们把它这个变数在函数内部就叫做 price，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计算总价嘛，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把它 price 乘以 quantity 就好。那得到的值把它放进 result， 那这边的问号要填什么？result，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做回传值传出来，所以我们的定义函数就定义完了。那在这边要做什么事情呢？这边好，它全部写出来了。大家知道按 Tab 它就会帮你写完。这边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在 print 里面呼叫这个函数，然后因为我的苹果一斤是100嘛，然后我买了2斤，所以我就是把 price 100放在 price 那个位置，对应第一个位置，然后把2放在 quantity 这个位置，这样它在这边就完成了呼叫函数，并且我们把我们想要的值、价钱跟价钱，比如说橘子是1斤50，然后我买了3斤，这样传进去。那你当然也可以另外定义2个变数，然后再把它 print 出来，这是就是简洁，所以我们就直接在 print 里面呼叫函数，所以它就会把苹果跟橘子的总金额算出来。所以我们在之后写程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直去循环利用你的函数。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超级多种类的水果，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存成字典，然后用便利字典的方式，就是 items， 把你的值都印出来。所以这基本上也跟刚刚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只是我们今天把它全部包在一个字典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写2行 print，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好。那再来，我们就进入到跟我们在设计语言模型生成比较有关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基本上大家在后续的专案也会利用到的事情。我们在 ChatGPT 做的时候，就是开一个新的对话，然后输入我们要的东西嘛。那如果你今天要在程式这一端，你要怎么做呢？你也需要写一个 prompt 给他。就是写一段 prompt， 然后把它输入给你的模型，让模型吐东西给我们嘛。但你不可能每一次要写 prompt 的时候，你都重新打一个，因为有可能今天有100份任务要做，那你要手打100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有10个格式相同但内容不同，比如说什么呢？我想请这个模型帮我分析这一篇文章。他最大的情绪、最频繁出现的情绪是什么？那他必须要吃文章，可能吃标题，然后吃这个文章的 metadata 之类的，所以这样算是一个完整的 prompt， 就像是我们在手打 ChatGPT 的内容的时候，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喂进去，喂给模型，模型要吐出这个文章最常出现的情绪。这第一篇就完成了，那第2篇一样，你要产出一模一样的格式喂给模型，模型把它的情绪吐出来，这样就完成第2篇。所以我们在做这些重复但是内容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函数来制造 prompt。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要用函数来写 prompt，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你今天的内容都不同，或是你今天的需求不同，但你的格式是相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prompt 来我们就可以用函数来撰写。就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它是专门来生成 Python 的教学内容的，但我今天可能我第1周是上这个，第2周上 for 回圈，第3周是上 function， 那我每一次都要重新手打，有点麻烦。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定义一个函数。下面这个就是我的 prompt 格式，那我之前有稍微提过一下这个 f 是什么东西。3个点也可以是写那个字串的方式，但是它可以换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定义字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办法换行，就是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下面这一行是白色的，它会跟你说不可以这样。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它换成3个单引号，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可以成功了。所以它就是
一个你今天要撰写，像我们要分段啊，或者是我今天的 prompt 比较大，你要满足你自己观看的格式的时候，你就会用3个点来做它。所以它也是命名字串，所以这个 A 也是一个字串，只是它今天有分行。好，那它的格式其实就会出现这个 N 啊。N 就是换行符，那这个等我们到时候有接触语言模型输出的时候会再细讲。好，所以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可以把它分行的，就是像我们下面会有分行的东西在用。好，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东西传进去，让它输出我的 prompt， 所以我们就可以产出下面这3个 prompt。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每一次手打，我们就可以直接喂它一个清单，让它产出一大堆 prompt， 然后分次喂给我的模型，请它产它相应的输出。好，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就是像下面这边，我直接定义了一个函数叫 makePrompt， 它今天吃了3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task， 第2个参数是 context， 第3个参数我有给它一个预设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给我，我就把它当做简单明了。好，所以我今天定义的 prompt 长这样，它要码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内容是什么，还有要求是什么，最后把它做好的 prompt 再回传到外面。所以它就有点像是这样，我今天定义好了 task 跟 context， 然后把它传进去，它就会输出像这样的格式。我刚刚说过它有一个换行符，所以你的语言模型就会吃这个东西，它就会吃这一串文字，然后去产出相应的输出。所以这是大家在抓案的时候会多加利用的东西，就是要怎么产出一个 prompt。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大家怎么抠一个模型，然后吃这些 prompt， 然后产出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先停留在制造 prompt 的阶段。所以当我们今天有很多主题，有很多任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字典来存放这些任务，还有我们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有这3个东西，然后它们对应的，为什么会有 error？ 发生什么事了？哦，我少一个逗号在这里。好，所以我们今天假设有3个东西，大家不用细看啦，里面就是我来演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便利我们的字典，然后把它们一一去呼叫这个我们刚刚制造出来的 makePrompt 在上面这边。对，我们刚刚制造的 makePrompt， 所以它会输出一个完整的 prompt， 并且把它放到 final 这个变数里面。最后我们把 final 印出来。为什么有 error？ 哦，我没有传 context 进去。哦，对。所以我应该要传一个 context 进去，应该是 key。好，应该对吧？等一下，不对，我的任务是 task， 我的任务是 key， 所以我的任务是命名标题或是摘要或是条列，所以它是我的任务，所以它在里面的参数就要吃 key， 然后我的字典每一个字典其实是我的内容，所以它的 value 就要放进 context 这个参数里面。所以我这样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产出了3组 prompt。那这3组就会轮流喂给你的语言模型去做相应的产出。比如说像 GPT， 它可能就会对这个内容进行摘要，或者是它可能会把下面这个内容进行条列，所以等于是你重新开了3个新的对话一样，在 GPT 的界面上开了3个新的对话一样。好，基本上我应该不会往下讲，因为下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东西，那大家可以花时间阅读一下，就是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Pandas 这个套件，这个是我们在处理表格型或是比较大一点的条列型的资料会做的事情，就是2维的资料结构，像是我们在看试算表一样。所以下面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看，我们今天应该来不及细讲，所以我们再次先回到我们的 slides， 先讲一下今天的功课好了。就是刚刚我没有讲完部分，大家可以先回家看，我们下礼拜也会花一点时间继续讲。
然后今天大家回家作业还有程式作业，所以一样台大的同学是透过学校的信箱去接受邀请，然后线上的同学就是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建制的课程网去收你的作业。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在下礼拜或是下礼拜之后有机会接触到模型，或是稍微了解一下碰一下模型，所以先请大家去了解一下 Hugging Face 是什么，然后去注册一个，基本上有 Google 账号就会直接注册了。注册 Hugging Face 去取得一个金钥，然后把那个金钥放进你的 Colab 里面。然后我刚刚试过，就是你把这2句直接喂给 GPT， 它就会教你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做。所以大家可以先去注册 Hugging Face， 然后拥有一个金钥，把它加进你自己的 Colab， 这样大家在后面的操作，或是老师有时候可能用一些模型的时候，用 Colab 会比较快一点。好，基本上这礼拜的作业是这样。好，我们回到。好，今天的 function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发现还有10分钟。可以问一下刚才就是最后面讲的那个 topics 那边，就是什么样？等我一下，这里吗？还是就是对，这里。好，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刚刚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定义的函数嘛？那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会喂给它一个任务、一个内容跟一个风格，这样它会产出一个东西叫 prompt， 对不对？但我们今天有3个任务，所以第一个任务是命名标题，第2个任务是摘要，第3个任务是条列，然后它们分别都有一个内容想要喂给这个函数。就是我们想请 GPT 做的第一个任务是把后面第一个这个文章给它一个标题，然后想请他做第2个任务是给他这个文章，请你帮我摘要。想请他做的第3个任务是给他这个文章，你帮我条列。所以我今天想要请 GPT 帮我做3件事情，但我懒得写3次 prompt， 所以我就命名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它会帮我产生这样子工整然后统一的 prompt， 所以它可以帮我进行这3次任务，但是就像是我们在开 GPT 对话一样。假设我们今天开一个 GPT 对话，在我们这边打的东西其实就叫 prompt 嘛。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执行3个任务，是不是要开3次对话？然后我每一次的对话格式都还要统一。所以假设你今天有100个的话，你不可能100个在程式端不可能打100次，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用函数这个方式去产生 prompt， 它就可以直接输入给语言模型。那输入给语言模型这一段我们还没有教，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备料的阶段，所以我们就备了，依照这个字典格式，我们把每一个任务跟它对应的内容依序喂给这个函数，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完整版的 prompt， 然后它把它列印出来，所以会发现刚刚3个任务就分别产生了一组很工整，而且每一个都你会确定每一个都长得一样，不会多一个半形或者多一个逗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备料阶段做的事情。我们会今天假设我们有100篇文章，大家要分析情感分析的话，有100篇文章要分析，你可以确保你每一次跟 GPT 下达的命令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今天要调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调你的 prompt。比如说，我想要多加一点说明，比如说你要用正确的标点符号，不可以有原文字，要加一点 emoji 这样子的风格。然后它就可以一次改100则，所以等于是你就直接产了一个100个格式都一样，但是里面内容任务有变化的 prompt。所以这是我们在做大量的时候会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手动写100个 prompt， 你只调了1个，其他没有调到，那一个 prompt 不一样的话，它其实就对语言模型产生的影响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确保你每一次喂给语言模型的 prompt 是一样的，它才不会成为一个变数。所以
大家在做一些分析或研究的时候，会确保每一次的变数都尽量最小，不要有太多变化的话，我们在格式化这一端会把它统一格式，把 prompt 的格式统一，这样我们会比较好调，也可以避免你的程式码长得太乱，避免有重复的东西出现。所以这是任务的部分，这是产生 prompt 的部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或是我刚刚讲太快的？为什么那个 topic 就是 task 等于 topic， 就是我看不太懂它那个。哦，这个是我的字典，我也可以叫它 my dictionary， 它就只是我的字典而已，我的字典的名字，它是我的资料库而已。所以我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便利这个字典，把每一组任务分别喂进去这个 prompt。所以在这个回圈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这个回圈里面做的事情就是第一圈是这样。好，我后面就不复制了，但第一圈是这样，这是第一圈，因为它做的事情是便利第一个物件嘛。然后第二圈做的事情就是把第二个 item 的 key 放在 test。哦，他跟我讲时间要到了。对，好。然后把它第二圈放进去，那第三圈也是一样。所以它这一个回圈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函数呼叫3次，然后每一次传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这样。可以吗？你也可以写3行，只是比较困扰一点而已。就你也可以写成这样3组，只是我习惯把它们绑在一个字典里面去便利它，这样我的程式可以达到最极简化。还可以吗？或是你可以把这一段直接丢给 GPT， 让它一行一行跟你讲。就是他会讲的比较详细，就是关于 dictionary 便利，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太细讲，就是太繁琐的 dictionary 的便利，但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一直在用 items， 然后去叫唤出这个 dictionary 这个字典的 key 跟 value， 然后一直去对这个 key 跟 value 做操作，所以他也可以先把这个 key 印出来，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知道他在干嘛。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key 印出来，不是这个，所以我把我第一个任务印出来，然后再把我最终的 prompt 印出来，但是中间加一些分隔线，大家就会看得出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任务是命名标题，然后它产生了这样的 prompt。那第二个任务是摘要，然后它产生了这样的 prompt。第三个任务是条列，它产生这样的 prompt。那这几个任务就是在这里，所以它就是一圈一圈执行这些任务的。嘿吼，好。